女人晚上独自住在凶宅里，她锁好房门准备睡觉，但还没走开2步，门锁传来扭动的声音，很明显外面有人想要开门。她打开观察窗，被吓了一跳，门外真的站着一个奇怪的独眼男。丹妮质问他想干嘛，没想到男人却说有坏人进入了房子，他想进去帮忙检查。丹妮以为男人心怀不轨，他威胁男人要报警。I'd really like you to leave. Now, please, if you don't, I'm going to call the police. Yeah, okay. Yeah, call them. Call them. 其实丹妮根本无法报警，她和老公刚搬到这儿，还没通信号。男人见此，嘱咐她站在门边，有动静的话就赶紧开门逃跑。他要去镇上帮女人报警。说完，男人就跑开了。丹妮开始感到疑惑，莫非门外是好人？家里真的藏着坏人吗？可这房子还没有通电，楼上到处黑漆漆的，她自己也不敢上去检查，只能拿起一把锤子准备防身。这时丹妮想起了自己的相机，她设置了自动拍照，来记录自己收拾房子的过程，或许上面能看到到底有没有人进来。她拿起相机，却把锤子落在了桌子上，殊不知这个举动害她丢了性命。感到害怕的丹妮钻进了帐篷，拉上拉链，开始翻看相机里的照片。没想到相机真的拍到有人进入了房子，丹妮吓得差点叫起来。她努力保持镇定，颤抖着去拉帐篷的拉链，想看看坏人有没有出来，但打开后并没有看到什么人。丹妮吓得瘫软在帐篷里，面具人不由分说上去对她举起了锤子，直到鲜血染红了帐篷。另一边，丹妮的丈夫泰德正在工作，他是这家疯人院的主治医生。不一会儿，一间病房里传出很大的打斗声，隔壁的精神病人都听到了。等里面的惨叫声停止后，隔壁的病人打开门查看，他弯腰从地上捡了个东西，为此沾了一手的血。他把那东西在衣服上擦了擦。这时镜头照到了地上的死人，尸体的头被砸得稀巴烂，而男人捡的东西是个假眼，死的这人正是提醒丹妮的那个独眼男。1年后，丹妮的丈夫泰德交了新的女友雅娜。雅娜玩丹妮留下的相机，发现了一件怪事，在一张照片上他看到了丹妮。泰德觉得很正常，这毕竟是丹妮留下的相机，但雅娜却告诉他，这照片是他昨天才拍的。除了这张照片，雅娜昨晚还经历了更诡异的事情。当时她上楼准备回卧室，远处走廊的地板发出咯吱的响声，她回头没发现异样，就准备关灯进屋。泰德自然不相信雅娜看见了鬼，作为疯人院的精神病医生，他觉得是雅娜出现了幻觉。今天是前妻丹妮的忌日，泰德去看望前妻的妹妹达西。达西是个盲人，开了家古玩店。泰德来的时候，达西正在把玩一个手按铃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铃铛。泰德问他铃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达西说有个恶灵附着在上面。这恶灵生前是个酒店的服务员，某天工作时，他被一个醉汉推下楼梯摔死了。第二天，醉汉酒醒后想叫服务员，他按响铃铛后，死去的服务员化作恶灵出来杀死了他。此后数年，按响这个铃铛的人全都死于非命。泰德觉得这是个无聊的鬼故事，他想让达西按下铃铛试试看。达西没有按，而是把铃铛收了起来。泰德走之前拿出一个手绢交给达西，手绢里包的是那个独眼男的假眼。警方推断是他杀害了丹妮，之后他自己又被别人杀了。达西一直想要见凶手的物品，泰德查房发现假眼，就给他拿了过来。这达西有通灵的能力。泰德走后，他拿出假眼开始通灵，瞬间他就看到了独眼男生前的经历，还有案发当晚时的画面。因此他发现了真正的凶手并不是独眼男，而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。得知真相后，他马上带着一个大木箱来到泰德家，木箱里装的是个真人大小的木偶。丹妮说要用木偶为姐姐报仇。泰德认为达西在发神经，趁着达西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泰德逃也似的去上班。他让女友雅娜留下招待达西。泰德离开后，他先过去盖上了箱子，里面的木偶很吓人，他不喜欢。达西这时候也从卫生间出来了，两个女人明显不对付，尬聊2句后，雅娜也决定去上班。她拿了些东西正准备走，却忽然发现箱子不对劲，刚盖住的木箱居然又打开了，里面的木偶也坐在了椅子上。Why did you take him out of the box? I didn't. 雅娜以为达西在说谎，
他懒得深究，只想赶紧走人。但奇怪的是，挂在门边的车钥匙不见了，房子里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。这荒郊野外的地方，没有汽车根本走不了。雅娜只好留下来陪达西。吃晚餐的时候，达西讲了自己通灵，看见了姐姐被杀的经过，以及发现了真正的凶手。聊了一会儿，达西坐在椅子上睡着了。雅娜趁机给泰德打电话，说了达西通灵的事。泰德不相信，觉得是瞎扯。但雅娜说达西看到的真凶是疯人院的护工伊万。泰德听了很震惊，他确实有个同事叫伊万，两人还经常在一起下象棋。但伊万从没见过他的前妻，和他也没仇，不可能杀人啊。雅娜有点害怕，想让泰德回家。泰德答应他，马上赶回去。挂断电话后，雅娜看向达西，他还坐在沙发上睡得正香。雅娜被吓得失手摔坏了手机，等她缓过来再看木偶时，木偶又恢复了原状，似乎从来没有动过。雅娜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，她跑进卧室想睡一会儿，并反复看自己有没有锁门。但今天发生的事太多，根本睡不着。她索性关了灯，拿起丹妮的相机看了起来，里面还有丹妮拍的视频。I find it kind of cozy and romantic. What do you think, Dad? 雅娜赶紧冲出卧室，跑下了楼。她心有余悸地盯着楼上，诡异的是，楼梯上居然又响起了脚步声，像是有人跟着跑了下来。但雅娜却看不见他，她吓得抓起一把水果刀自卫。旁边达西还在睡觉，雅娜喊了几声，他都没醒。木箱忽然自己响了一声，雅娜壮着胆子打开木箱，她的车钥匙居然在里面放着。雅娜拿起钥匙就跑出了房子，她刚跑出去，整个房子的灯就灭了。很明显，这阿飘想把雅娜赶出去。雅娜上车，油门踩到底，飞快逃离了这可怕的地方。不一会儿，泰德回来了，看着房子里漆黑一片，他拿着灯走了进去，并在楼上走廊尽头找到了达西。达西蜷缩在地上，听着好像在哭。泰德感觉达西的精神状态很不好，建议达西去他的医院查查，但达西还是反复说伊万杀了他的姐姐。 Where's all this coming from? Ivan and Danny never even met. Why would he kill her? Because you asked him to. 泰德看起来很震惊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达西接着说他看到了全部的真相，伊万是被他指使杀人的。因为泰德早就有了新欢雅娜，他想甩掉丹妮，但离婚的话泰德会失去这新买的庄园，所以他指使伊万去干掉妻子。让泰德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的谈话通过通风管道被隔壁病房的独眼男听见了。当时独眼男过来确实是想救丹妮，可惜他吓人的外表未取得丹妮的信任。泰德说达西完全是疯了，这些都是他的幻觉。不信的话，达西可以把处理这起案件的警官叫过来，伊万也同时喊来，大家一起对峙。但达西没有手机，泰德的手机上也没存警官的电话，他办公室倒是有警官的号码。泰德决定把手机留给达西，说着放到了旁边桌子上。他准备回去用座机通知警官，让警官给达西回电话，到时候达西可以把想说的话告诉警官。说完，泰德就出发去办公室。达西坐在地上心如乱麻。泰德很快就赶到了办公室，不一会儿，这边的手机就来了电话。达西听到声音站了起来，这时候镜头慢慢下移，他前面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个洞。这洞是怎么出现的呢？原来泰德刚才和他说话的时候偷偷掀开了上面的盖板，而情绪激动的达西毫无察觉，现在呼叫手机的其实就是泰德。他感觉达西一定会去接听。泰德又赶紧找到伊万，说他们暴露了，让伊万去他家善后。伊万很快赶到了泰德家，进门他也看见了木偶。木偶现在端坐在桌子旁，在旁边的地面上，伊万看到了达西，他躺在血泊里一动不动，看起来好像是死了。伊万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泰德，泰德听后松了一口气。不过伊万上楼拿手机的时候，从洞口看到达西又动了起来，但作为护工的他能看出来达西伤得很重，这是临死前的挣扎。只见达西慢慢举起手臂，做了个奇怪的手势，然后用并拢的手指抵住了胸口。伊万没有在意，他死人见多了，以为这是达西死前的无意识动作。接着伊万又到卧室转了一圈，发现了还在自动拍照的相机。他捡起相机看了看，屏幕摔坏了，无法显示。
楼下达西还在保持这个动作。就在这时，伊万忽然听到了脚步声，好像有人在偷偷的上楼。他从卧室里出来查看，然后一眼就发现下面客厅的木偶居然不见了。他四处扫视，发现楼梯拐角处有个人影。伊万被吓得魂飞魄散，他连滚带爬逃回2楼。那木偶跟着走了上来，但2楼只有那一个楼梯，眼看木偶就要堵住自己了，伊万被逼得只能从楼上跳了下去。为此，他摔断了自己的右腿。木偶并不打算放过他，从楼上下来，又朝他走了过来。这时，达西也慢慢停止了呼吸。就在木偶抓住伊万的时候，达西彻底停止了心跳，木偶也重新归于死寂。等伊万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，双手也被绑了起来。现在他是杀害达西的嫌疑人。警方昨晚赶到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喊木偶想要杀他，但泰德觉得伊万也是发疯了，因为他回家烧掉了木偶。木偶如果真的能动，怎么不反抗呢？伊万当然搞不懂怎么回事。泰德安慰伊万不要害怕，他会想办法为伊万开罪。说完他就走了出去。接着另一个病房响起了开锁声，这里面关的是一个汉尼拔。伊万看着天花板发呆。这时他的病房门悄悄地打开了。泰德回到家，发现门口有个快递，上面没有发件人的信息。他拿到房子里打开包裹，发现里面竟然是那个手按铃。达西说有恶灵附着在上面，只要按响铃铛，就会有恶灵出来杀死按铃的人。泰德虽然不相信这种东西，但亏心事做多了，他也心虚啊。纠结了老半天，忍不住好奇心驱使，泰德还是按响了铃铛。他静静地等了半天，不见有什么恶灵出现，房子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。他就以为这终究是骗人的玩意儿，世上不可能有什么恶灵。